我全都想起来了，我以前的男朋友就是你。你敢说你已经不爱我了？你说，你看着我。我们永远不可能在一起的，因为你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。我知道你很在意我妈嫌弃你是个孤儿，所以我暗中找人调查你的身世。可是没想到你的亲生母亲竟然是我妈。我必须离开。他知道我是他的女儿吗？江伯父，谢谢你的体谅，没有对之一的法律追究。我要你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对待他，不能让他受到丝毫委屈。我这个人很护短，对家人我会全力维护，对敌人也绝不手软。我还年轻，才刚出道不久，我不想这么快就被绑死。我想清楚了，这个孩子我不能要。这是我们的小孩，是一条生命，你怎么可以说不要就不要？我要跟公司解约。解约？我能感觉到他也一样，跟我在一起，明明很开心，怎么会说变就变呢？电影快杀青了，你专心拍戏，杨宇那边我帮你想办法。为什么总觉得你一直在找借口避开我？你想多了。那为什么连跟你吃顿饭都那么难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女朋友的？你傻了，人家早就跟你怡晴姐在一起了。方怡婷，你死不要脸！小美，你干嘛？你疯了！现在我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你就想一脚把我踢开？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。哎，你不要吓我！你到底在哪间酒店？你不要乱来哦，我现在去找你。喂。好让你们永远记得我，我要让你们后悔一辈子。赶快接电话，赶快接电话啦！求你一定要记得，是张国玉还有方怡婷害死我。该不会真的做傻事吧？怡婷姐，小米好像出事了。幻想美丽无限的你，像个无法逾越的距离，开口不知从何说起，欲言又止你不在意，承诺变回遗憾，只留在原地你我着你。渐行渐远，走散在人海里，梦想最终也就散尽，命运还是不尽人意，我放弃。相爱的气息吹散在风里，你的决定结束这不对称的爱情，我们都用尽全力在在意。不怪你，是我傻，是我疯，是我错，留不住你。相遇来不及，却又道别离。再见过去，再见了不对称的爱情。原来是我们能相爱相信，等会尽轮廓以后，我懂爱情的真谛，不对称爱情，不对称爱情。他平常活动的范围就在这一带，我猜他一定在附近。我们分头找，保持联络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们有一个叫江小米的人入住？不好意思，请问有没有位叫江小美的小姐住在这里？稍等，我帮你查一下。
对不起，没有这个人。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江小敏的住客？我帮你查查看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，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有。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想请你帮个忙，请问有没有位叫江小敏的小姐住在这里？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方便泄露访客的资料。麻烦你可以帮忙检查一下吗？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她的。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个朋友喝了酒，入住了酒店，然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不舒服，之后就联络不上了。我真的很担心他出事，麻烦你帮我查一查好不好？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会全权负责。怎么样？有吗？没有姓江的。那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有吗？经理，刚才有一位客人忘记拿走手机，一直响个不停。你说的客人是不是他？嗯，对，就是他。小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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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小敏，赶快叫救护车！小敏，小敏，你醒醒啊！小敏，小敏。不要再晃来晃去了，还嫌不够烦吗？都怪我大嘴巴，讲话不经大脑，不然他也不会跑去找你们，事情也不会搞成这样。不关你的事，你对他说的全都是事实，整件事全因我而起。我打从一开始就应该跟他说清楚，是我太自私了。最自私的是我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再责怪自己了，谁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现在只希望小敏她吉人天相。江先生，他怎么样？还在想救助。对不起，我没看好他。要是我女儿有什么事，我要你钱命！医生出来了。医生，我是江小敏的父亲，我女儿怎么样？幸好及时送医，我们帮她洗了胃，没事了，别担心。谢谢你，医生。来，你们不能跟来。江先生，我想要见见小敏，跟她说声对不起。你不喜欢她，为什么还跟她交往？我不是警告过你要好好对待她吗？我这辈子最痛恨言而无信的人。等她醒了之后，我要你马上跟她解约，从此跟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尤其是你，离她远一点，否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快向前奔跑，目标它就在前方。咖啡。谢谢。你也累了一整天，等下就不用来上班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不累，我比较担心你。小敏的父亲不是一个善男信女，我怕他会报复。毕竟他就只有小敏一个宝贝女儿，换成是我，也会有同样的反应。
如果报复能让他们父女俩好过，其实我无所谓。是我亏欠了他。要是小米发生什么事，我会愧疚一辈子。我不想再有下一个天爱。可是小敏也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上一部分的责任。我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，你会不会瞧不起我？我只知道子毅对你来说有多重要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要是你病倒了，公司还有谁来协助我？那你呢？公司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。再说，要是我现在回家，我也睡不着。我先下去了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哪一个好看啊？都好看。你们认真在帮我选的啊？就买这个，这个也好可爱。买这个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想清楚了，全部都要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要当个单亲妈妈没那么容易。再说，像少鹏这么老实男人已经不多了，他将会是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你就这样错过了他，我还是觉得很可惜。就是因为知道他是个好人，所以才不能那么自私。他从小就吃过很多苦，现在事业总算有点起色。如果未婚生子的事被曝光，很有可能会被打回原形。大不了不做明星而已。你该让他自己选择，说不定他为了你跟孩子愿意放弃名利呢。我很清楚他的个性，让他选的话，他一定不顾公司的反对，跟我结婚，一起抚养这个孩子。然后呢，他要用什么来养我们？他家里还有个奶奶要照顾，他要打几份工才够。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吃苦。就算苦，至少你们可以互相扶持，一起熬过去，总好过你自己承担吧。有什么问题？反正我已经习惯一个人了，没差。你怎么会是一个人呢？有我这个外婆在，外孙不怕没人照顾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妈会支持你，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。嗯。真的还蛮舒服的。嗯。哦，我们的这款专利弹簧能让你更容易的进入深度睡眠，提高睡眠品质。是哦。再让我想一下。你还想什么？你现在怀孕了，应该睡好一点的床。就这款吧。好的。嗨。天爱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跟你谈一下合约的事。进来吧，随便坐。我家里只有橙汁。谢谢你。如果你想要说服我打消解约的念头，还是算了吧。我决定了，是不会改变主意了。产检的时候，医生怎么说？一切都好吧？少鹏都告诉我了。那他应该跟你说我的想法了吧？嗯。我带过很多艺人，有一点我非常清楚：一个人的本性是怎么样的，是骗不了人的。你突然要跟公司解约，跟少鹏分手。一定是有苦衷的，对吗？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能够做到的事，我一定会帮忙。前提是你要跟我坦白。我要说的
该说的那天都跟你说了，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啦。我就只是对现在的一切都感觉到腻了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少鹏，如果你真的为了我好，希望我开心的话，那就帮我解约吧。那好吧，明天你来公司一趟，我准备解约的文件。谢谢田雅姐。有兴趣吗？陪我喝2杯。这好像是我们2个人第一次单独喝酒吧？你特意来找我，应该不是为了喝酒吧？你跟国玉的事情我都听说过了。那么私人的事，他也对你毫无保留。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恭喜你！你一定是觉得我是来向你炫耀的。如果国玉在我和你之间选择了我，说不定我真的会虚荣心作祟，觉得自己赢了你。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好，你在国玉心目中的地位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，包括我在内。你决定离开恣意，国玉他很难过，很不舍。我知道他心里面一定还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。但是他说不出口，所以你想要代替他挽留我？我自问我还没有这样的资格。你也许会觉得我很虚伪，很言不由衷。我甚至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见你。但我真心想要替国玉传达他的感受。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。这个事实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。如果他是真的关心我、在乎我，他早就把真相告诉我了。国玉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你，尽量把伤害减到最低。我衷心希望你可以原谅他，我也希望你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好好照顾他。快向前奔跑，目标它就在前方。感谢大家百忙中抽空出席这个发布会。在此，我代表恣意正式宣布，我们旗下艺人傅少鹏将与环宇唱片公司签约，3年内会推出2张个人专辑，第1张专辑已经在筹备当中了。如无意外，下半年会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到时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。这段日子，公司和在座各位对我爱护有加，让我得以实现我的歌手梦，我感到非常荣幸，也十分感激。但是有一件事，我必须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抱歉。我一直对外声称自己单身，这并不是事实。我原本是父母不要的孩子，
当初要不是奶奶努力保住我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，心中有多难受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所以，我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遭遇跟我一样的命运。杨玉，我爱你，我要和你一起抚养我们的孩子。我知道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。你不要我失去了事业，可是如果我连自己的孩子也保不住，我还有什么资格谈梦想？就算我赢得了全世界，没有你在身边，又有什么意义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傻？你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承担起一个当爸爸的责任，和你一起共组一个幸福的家庭吗？ So I tell myself， 别偷笑，珍惜这时光，生命匆匆角度不需要纠缠。干杯！喂，怎么样？要开心点。你见过我吗？你别生气了，你不回家，伯母会担心你吗？放手啊！杨玉，起来。 从来没有人对我那么好过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只要你开心，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你们要结婚了吗？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？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孩子了？你们是同居了吗你？们交往多久了？决定把孩子生下吗？少鹏，快回答。请回答我们的问题。过分了，真的太过分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对公司带来多大的伤害啊？唱片不想录了吗？这是我的主意，要怪就怪我。不是，是我求天下姐帮我的，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。承担？怎么承担啊？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向唱片公司交代啊！总裁，你快看，网民要暴动了！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承担起一个当爸爸的责任。影片发布不到1个小时，就有80几万人看过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你不负责任的后果。总裁，不是，大家都说少鹏敢做敢当，很感动。总裁，你看，不像有些人孩子都几岁大了，还假装单身。哦，还有这个，我本来就觉得他们很配，一想到真的在一起，还有这个，不知道他们的婚礼会不会公开，很期待。总裁，要不要我去帮他们找婚礼赞助商？我们可以现场直播。哎，曲老板，你好。你真不够意思，安排了这么劲爆的行销活动，怎么不提早跟我说一声？曲老板啊，我们公司的网站伺服器快要被灌爆了，大家都询问预购专辑的方式。我看别拖到年底了，赶快把唱片灌好，在这个月就送去后制作。好的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曲老板，拜拜。谢谢。大家会有这样的反应是件好事，你们很幸运。我也没想到老板肯让我留下来。以后你们两个遇到什么困难，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谈，要彼此信任，互相照顾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不是我的经纪人，事情肯定不是像这样的结果。天爱姐，谢谢你，帮了我这么多。我答应你，以后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也是。我想告诉你们，我要离开了。离开哪里？离开之意，
离开新加坡。为什么？是不是被我们的事情影响了？不是，是我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下。那你要去哪里？不回来了吗？我要去希腊，订了后天的机票。至于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还没决定，到时再说吧。怡婷会接手我的工作，她会照顾你们两个。可是我还是觉得跟你比较合得来。我们两个人的处事方式的确不一样，但是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艺人和公司的利益着想。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配合，他一定会给你们两个找到适合的工作。这段日子，他也改变了很多。给他一个机会，好吗？你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吧，不用担心我们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尽量不跟他吵架了。这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每次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的时候，我就会来这里，看看周围的高楼大厦。我就在想，里头那些人，应该都跟我一样，为了梦想和生活奋斗。然后我就会舒服很多。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了。这些年，你对我的帮忙和照顾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也不知道。暂时没做任何的规划，慢慢想吧。去到哪都好，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。有需要吗？我不会有事的。天爱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隐瞒你的。我知道，当时我跟你说了重话，是因为我一时接受不了。坦白说，到现在我还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跟你相处。但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能够完全放下。到时再联络吧。一言为定。在我离开之前，我想去见一个人。你想见我吗？我以为你打算不想让他知道你的身份。原本是，但我总是在想，一天不把话说开，我们永远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。有些话，我想当面问清楚。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我很了解他，就算让你见到他，你也未必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。但至少我尝试过，不会再后悔。快向前奔跑，目标它就在前方。你突然把人带到这里，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。星子孤儿院，你应该还记得吧？国瑜，你先出去。我想，你应该猜到了吧？我就是你当年不要的那个孩子。所以呢？你突然间找上门来，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你要钱还是更高的职位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但是你别奢望，我会施舍半点亲情给你。你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吗？是，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悔不当初。如果那天我没有喝醉酒，
就不会跟经纪人上床，更不会生下你这个孽种。我告诉你，我张然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孩子，那就是张国宇，其余的都是错误。 见到他之前，我一直在想他会有什么反应。他会不会告诉我，他后悔抛弃了我，拥抱我，还是什么都不说？原来对他来说，我只是个孽种，一个错误。我没有立场要求你谅解他，但从小到大。 我不曾见他笑过，我常常在想，我是不是哪里做得不够好，才会让他不开心？于是，我尽心尽力做到最好，希望有一天他会欣赏我，然后对我笑。后来，我说服我自己。 每个母亲表达爱的方式都不一样，她心里肯定有个解不开的结，而不是不爱我。当然，你不需要和我一样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她对你说的那些狠话，也许她是想保护她自己而已。你一直隐瞒我的身世，就是为了保护我。 我以为只要让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事实，你就不会受伤害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坚守到最后。谢谢。作为我的家人，就不能留下吗？ 你一定要幸福，保重。喂，你记得下午3点钟我们要去唱片公司开会吧？你干嘛？国瑜，喂，喂，喂。 来，吃点水果。江先生，小敏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看你，你身体好一点了吗？国玉呢？他怕刺激到你，所以……那你来就不会刺激到我吗？这世界上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呀，横刀夺爱的女人。小敏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国玉，你走啊，你走啊，小弟，你叫他走，你叫他走，你叫他走啊！请你马上离开。江先生，
可以借一步说话吗？上一秒还在跟他聊电话，下一秒中断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。家里找不到人，他也没回公司。国瑜做事一向来都很有交代，我怀疑他被绑架了。你怀疑是我做的？不只是。我是个正当商人，绝不做犯法的事。况且，跟张国瑜有过节的人不只是我一个。你要是认定他出事，我建议你去报警。像这样旁敲侧击、做毫无根据的猜测，只是在浪费时间。还有，小敏的事我不打算怪罪于你，毕竟罪魁祸首另有其人。只是，作为一个有社会常识的人，别人的底线在哪，你应该心里有数。像今天这种事，应该不会再发生吧？进来。老板，找得我这么急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没事要向我报告吗？张国瑜是不是被你掳走？你跟在我身边那么多年，就连这点分寸也没有吗？我是因为小姐为了那臭小子搞得这么难过，她不但不闻不问，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我实在看不过去了。我只有方法让她付出代价，你不应该自作主张。你把人关在哪？知道你想帮小美出一口气，但绑架是刑事罪，你还是先把我放了吧。你之前信誓旦旦答应我会好好对待小米，你明知道我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，你竟然出尔反尔，还把事情闹成今天这种地步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我会向她道歉的。道歉能弥补些什么？我说过，我最痛恨说话不算话的人，尤其是你。从一开始就打算要利用小米，等达成目的之后就过河拆桥。那你想我做些什么？你把我捆绑在这里，也无补于事的。两个选择：兑现你之前对她的承诺，跟她结婚；让她嫁给一个不是真心爱她的人，她会幸福吗？只要她想得到的，我都会想办法给她。至于她会不会幸福，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。我不想随便做出兑现不了的承诺。小米是个好女孩，但感情真的不能勉强的。那你就别指望能活着走出这里。江伯伯，江伯伯，江伯伯！老板，你真的要杀了他？你怕？你把人抓来这里的时候又不见你怕。我本来只是想教训他，下下他就放他走的。可现在我们身份曝光了，要是放了他，他会不会去报警啊？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，他迟早会妥协。我就不相信他不怕死。小姐，你的护照拿了没有啊？拿了，谢谢你专程来送我。不用客气，我一个人在家呢，也闲着没事做，有一个借口出来走走也不错啊。你和任俊大哥怎么样了？什么时候有好消息啊？到时候请喜酒肯定不会忘了你，只担心你不肯回来参加。到时候我肯定飞回来。
怡婷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国玉他失踪了。对不起，害你错过了你的班机。可是除了你之外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要找谁。你说我们应不应该报警？你失联超过48小时，警方是不会处理的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坐在这里干等吗？这样对我来说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。会不会是江汉做的？我的直觉也是他。 所以一发现事有蹊跷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找的人也是他。但是我仔细观察，他看起来好像真的不知道国玉失踪了。你们为什么认为是江汉做的？难道他跟国玉有过节？小敏知道他们两个在一起之后，服安眠药自杀。如果真的是江汉做的，也许我可以帮得上忙。 喂，让他进来。进来。江董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以前是张兰的助理。有事吗？国玉是不是在你手里？是张兰派你来的。你赶快把他放了。新加坡是个法治社会，凡事讲求证据。 你这样无缘无故闯进来，对我做出不实的指控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国玉到底在哪里？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哼，我为什么要后悔？因为他是你儿子，是李红为你生下的儿子。有打斗过的痕迹。喂，老陈，我还没下命令，谁让你们擅自动他？现在人呢？什么？逃了？给我去找！如果国玉能逃掉，证明他伤不是很严重，没事的。我们等候消息吧。好啊，张兰，竟然敢跟我耍这种下流手段！要是国玉有什么事，我一定让你好看。 珍惜。